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DP。最近我和频道的一些观众都遇到了 Codex 降质的问题。简单的说，之前很轻松能解决的问题，现在要经过多轮反复的任务和对话才能解决。所以我们进行了一些讨论和探索，然后我们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内容，所以录了这期视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。首先是一个免责声明，本期视频是以教学为目的录制的，部分资源来源自网络公开分享的内容。OK，接下来我们来把降质数据化。大家平时经常说降质，说啊这个问题做得慢了，那个做得不好了，但是它都是主观的，不是数据的，不是数据的就不能分析。所以我们在 GitHub 上找到了这个大佬的分享的这个脚本，他的方法很简单，用糖果题这种需要长思维的方式来进行统计，然后看思考的 token 和用时以及是否通过来判断是否降质。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做了一些数据。首先看这一组数据，它是用这个脚本加 5.5 模型加 XHigh 进行了5轮测试，结果嘛就是只有一个是通过的。然后我们看它的具体数据，有在思考 token 上有4个是516，一个是4660，4660通过了，516没有通过，时间也是正相关的，这是第一组数据。第二组数据是我测试的一组数据，同样的模型，只是把思考强度降到了 high， 轮数也是5轮，然后结果是只有1轮没通过，那么没通过的那轮的思考 token 是1034。请记住516和1034。我们来思考一下，如果说没有通过的是516和1034，通过的是4600，那意味着什么？为大家3秒钟思考，1、2、3，意味着516和1034的思考不完整，4640这种长 token 的思考更完整。当然，这是我个人的想法，不代表官方，一切以官方文档为准。好的，到这里我们把思考具象化了。那么，好像对于降质来说，解决方案也呼之欲出，就是能不能把思考的强度提升上去，把所有的问题的解决方法都提升到4640这个方向呢？答案是有可能。接下来我们进入准备环节。首先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开 dpit.lab00.com， 在这里搜索 Codex， 找到这期视频对应的文章，然后把它打开。然后你需要知道的是，这期视频关联的所有内容在这篇文章里都可以找到。OK， 接下来我们来说解决方案。首先需要感谢 NE 大佬发的这个帖子，给了我们前期非常多的直接的指引。然后这边也推荐一下 NE 大佬在 GitHub 上的一个中间件，和这个问题是强相关的，而且是偏后期的一个方案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关注一下。好的，我们回到解决方案的本身。关键的问题就是在 Codex 系统提示词里有这2段，这2段是要求 Codex 每30分钟往一个 CO 的通道里写一些内容，然后这个操作会导致思考的中断。所以解决方案也很简单，把 Codex 系统提示词进行强行的调整，让它不要往 CO 里面做这件事，那么就有很大的概率保证思考不会中断，就达到我们的目的。之前的516和1034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引起的。好的，然后是我们就要到修改系统提示词了，对吗？那么就有一个合法性的问题。我们来搜索这么一个关键词，这是 OpenAI 的官方的 Codex 文档。因为在官方的索引里是允许去修改这个内容的，所以我们的方案是在官方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。OK， 接下来我们进入解决方案部分。解决方案比较简单，一共3个方案。我们先来看方案1，我们也推荐的是方案1。操作步骤是：首先第一步关闭 Codex 的程序，然后新建这么一个文档。内容就是这边直接复制就好。我这里是新建了这么一个文件，它在这里。然后第二步就是让这个文件生效，生效的方法也很简单，找到你用户根目录下的 Codex 文件夹里的这个 config 文件，对它进行编辑。我这边就打开了，然后像这样添加这么一行记录就行。这里指向的是你的新建的那个文件的地址，这个地址怎么找呢？打开你的命令行，找到你的工具，
找到你新建的文件，把它拖进来，这就是这个地址，然后把这个地址完整的复制下来，添加到你的那个 Codex 里面就可以了。然后这时候重启 Codex， 这个系统提示词就修改完了，这是第一个方案。然后第二个方案和第三个方案直接修改的是 agents.md， 它们的方式是一样的，都是通过追加提示词的方式来规避 Codex 强行出现的思考中断。OK， 我们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总结。首先，从目前来看 ，Codex 连接的 APR 在 APR 那个部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那么我们认为问题在 Codex 的系统提示词上，这也是我们这一期视频所有的解决方案聚焦的重点。然后我们尝试分析了一下官方为什么增加这个提示词，我们看了一下相关的记录，应该是在几个月以前加入的这个30秒向某一个通道输出的这么一个方式，大概率是为了节省 token 和提升效率，但是副作用也很明显，就是让用户的体验变差了，特别是在算力紧张或者挤兑的场景下，会变得放大很多。那么我们的方案也很简单，对系统提示词进行了一些覆盖。那么这个在官方文档里也明确的指出了，是官方允许用户去操作的这么一个类型，因为官方提供了接口。然后说一下智力恢复这个部分啊，智力恢复不是说一劳永逸，它是一个概率性的事件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智力恢复有一个副作用，就是你会面临较长时间的思考、较多智力 token 的使用以及较长的等待时间，这些都是 OK 的。然后最后说一下我们这期视频里演示的这个测试方法，也就是这个脚本。它是用糖果题来强行把你的任务的思考难度提上去，这样就可以看到思考的 token， 对不对？但是它不能保证做对，它就是我们的调整的目标是什么呢？是让 Codex 尽可能完成完整的思考链。至于完整思考链以后是有概率是做错的，这是能接受的。但是如果说因为516、1034这种被强行打断思考，那么得到的一定是不完整的思考，不完整的思考的结果那就不会特别好，是这样。最后我们也希望官方能够在最近的版本更新中修复这个问题，给用户更好的体验，因为在之前的几个月我们也看到了 Codex 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。好的，这就是这一期我们发现可能是因为官方 Codex APP 的系统提示词里的某些工作导致了 Codex 出现降质问题的一个分析和解决思路的分享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帮忙点赞和转发。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要分享或者遇到相关问题，欢迎留言。我是 TP，我正在制作 AI 相关的视频，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点个关注，谢谢。